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久坂不扬所著的《在寿命终结的2年前》这本书。在当今被称为人生100年时代的社会中，许多人可能模糊地觉得自己会活到80岁、90岁，甚至100岁。然而，作者认为，最好不要对自己的寿命有过于明确的预期。如果您认为自己能活到80岁，但实际上在70岁时，生命就有可能已经要结束，那时您可能会感到痛苦和不甘。如果您活到了80岁，您也可能会觉得时间不够，想要再多活一些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会在对生命的执念中离开人世。相反，如果您预期自己在60岁时就会离世，那么即便活到70岁，您也会感到多活了10年。如果活到了80岁，那就会感到万分幸运。确实，现在人们的寿命在不断延长，但这是否适用于每一个人却无法预测。实际上，我们何时迎来生命的终点始终是未知的。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建议：设想的寿命应该越短越好。您对寿命的预期越短，您就越能全力以赴地度过剩下的生命。如果您在年轻时就认为自己只能活到60岁，那么即使在40多岁时，你也会意识到死亡的临近，从而更加珍惜生命。然而，如果您认为自己能活到80岁，您可能在40多岁时就会掉以轻心，认为未来还有很长的时间，从而浪费掉宝贵的时光。如果您预期能活到100岁，那就更容易产生这种心态。因此，提前设定寿命的预期可以减少临终时的悔恨。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不要过于追求长寿；第二，唯一接受死亡的方法就是放下延长寿命的执念。首先是第一部分，不要过于追求长寿。现如今，人们似乎普遍认为长寿就是无条件的幸福。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长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长寿意味着你会变得越来越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部位开始出现问题，曾经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可能会变得力不从心，外貌也不再那么光鲜亮丽。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逐渐进入您可能不愿面对的状态。在追求长寿的同时，也意味着您必须接受衰老的现实。然而，在当今社会中，真正能够坦然接受这一自然衰老的人并不多。即使到了70岁、80岁、90岁，许多人仍然对衰老这个词过于敏感，不愿意被当作老人来看待。尽管如此，衰老仍然会在您的身体上逐渐显现出来。那些非常注重外表的人可能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年轻一些，但身体内部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您是否承认，衰老都在继续。因此，作者认为，与其一直抗拒衰老，不如早点接受它，这样反而会让生活变得更加光明。持续抗拒衰老并不能让您变得年轻，无论您如何修饰外表，和年轻人相比，差距依然显而易见。即使您表现得像年轻人一样，最终您还是会面临极限。所以，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学会接受衰老是非常重要的。确实，没有人愿意变老，永远保持年轻的愿望是普遍存在的。为了迎合这种心态，报纸、电视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关于预防衰老和恢复年轻的广告。大多数此类广告推广的都是所谓的补充剂。然而，作者指出，这些补充剂几乎没有医学上的证据支持。即便一些宣传展示了看似可信的数据，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数据与实际的效果无关，或者其可信度极低。我们可能经常看到这样的广告：我已经使用某某产品3年了，我变得如此健康。这些广告通过展示名人或普通人的实际例子来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误导性的宣传很容易让观众误以为补充剂是维持健康的关键。虽然这些人在使用补充剂且看起来确实很健康，但将他们的健康归因于补充剂是错误的。这些广告常常通过绕弯子说话来误导观众，观众因此产生的误解就成了他们自己的责任。这种情况确实令人担忧。
实际上，即使是统计数据，我们也无法确定是否适用于自己，更不用说仅凭个人例子就相信自己也会有相同的效果。这就像有人中了彩票，您就认为自己也一定会中奖一样。即使某人通过服用某种补充剂变得健康，也不意味着您服用了同样的补充剂就一定会健康。健康的老年人服用补充剂并保持健康的例子，也常常被用来推广补充剂。然而，这些健康的老年人可能在没有服用补充剂的情况下也一样健康，但许多人却误以为他们的健康完全归功于补充剂，从而成为补充剂公司的忠实客户。像胶原蛋白、透明质酸、氨基葡萄糖等用于缓解膝盖或腰痛的补充剂，大多数都只是通过排泄被排出体外，并不会集中在特定的关节部位。尽管有人会声称服用这些补充剂后膝盖疼痛确实有所改善，但作者认为这很可能是安慰剂效应的结果。更棘手的是，现如今市场上有许多产品不仅声称能够缓解衰老带来的疼痛和功能下降，还宣称可以抵抗外貌衰老。这类产品往往价格不菲，一些广告甚至暗示经济能力和外貌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从而吸引了众多的消费者。许多人因此拒绝接受衰老，追求青春和美貌。在一些明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外貌似乎完全没有受到岁月的影响，这让很多人更加渴望像他们一样保持年轻。然而，与补充剂不同，整形手术确实能够让外貌看起来更年轻，但随着整形次数的增加，面部可能逐渐显现出不自然甚至怪异的感觉。整形的努力常常会在脸上表现出来，使得面部表情显得很奇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与年轻面孔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最终可能导致既不像年轻人，也不像自然衰老的奇怪面貌。实际上，最自然、最美的状态就是与年龄相符的样子。然而，对于那些追求青春的人来说，接受年龄相符即最美的观念往往很困难。为了显得更年轻，他们会投入大量的资金。无论一个人多么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年轻，都不可能真正回到年轻的状态。如果无法接受衰老，他们可能会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如果您真的想保持外貌和身体机能的年轻，保持良好的体型、正确的姿势以及防止肌肉衰退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依赖补充剂。每天的锻炼、跑步、避免暴饮暴食、戒烟限酒、远离紫外线等，都是减缓衰老的有效手段。尽管市场上有大量的所谓抗衰老补充剂，但没有一个能够确凿地证明其能有效延缓衰老，甚至有些产品可能适得其反。作者认为，依赖美容整形或补充剂的抗衰老方式不仅极其幼稚，而且实际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很大。这种抗衰老的方式是可耻的。然而，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为此而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最终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成熟的成年人不会轻易被虚假的广告或不存在的发财机会所诱惑，他们也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例如，大家都不会轻易相信那些1年内财富翻倍的投资骗局。然而，在抗衰老的问题上，许多人却会轻易相信那些只要服用这个产品就能变年轻的虚假宣传。以书籍《Lifespan》中提到的抗衰老补充剂 NMN 为例，本书对其的效果提出了质疑。实际上，书中提到的通过长寿基因延长寿命的案例，目前只在酵母、线虫和果蝇身上得到了证明。作者认为，将这些实验结果直接推及到人体上是一种过度的推测。包括 NMN 在内的许多抗衰老保健品之所以看起来有效，实际上是因为这些信息背后存在商业利益的驱动。抗衰老的市场庞大，许多企业利用法律的漏洞，设计出我们渴望的包装，并不断进行宣传。通过制作诱人的包装，宣称其卓越的效果，并以高价出售这些产品。我们就像上当受骗一样，把钱投入到抗衰老的市场中去。成熟的成年人不会随意依赖补充剂或药物，而是自然地接受衰老。最终，最有效地保持年轻和健康的方式显而易见，
那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适度的运动、戒烟限酒等。如果坚持这些良好的习惯，您的体重会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血液检查的结果也会正常，甚至可能不再需要进行检查。我们已经知道了正确的答案。如果任凭欲望作祟，放纵自己吃喝、吸烟酗酒、缺乏锻炼，最终只会导致健康恶化和寿命缩短。坚持做那些显而易见的日常的小事，才是最重要的。这不仅有益于保持健康，也是最有效的抗衰老方法。同样的，违抗寿命的做法也往往会令人痛苦。在面对死亡时，延命治疗往往是一种试图挽留生命的挣扎。对于延命治疗，许多人已经持有负面的看法。最近，越来越多的人表达了不需要延命治疗的意愿。医生本身并不会进行无意的延命治疗，医生进行延命治疗是因为即使希望渺茫，他们仍然认为患者还有一丝生还的可能。然而，如果治疗没有奏效，患者往往会陷入悲惨的境地。让我简单描述一下这种悲惨的状态：患者被接上呼吸机，接受点滴和输血，导尿管插入体内，同时连接心电图和血氧饱和度监测仪，被机器维持着生命。此时的患者通常已经失去了意识，全身浮肿，四肢肿胀，头发脱落，皮肤变得土灰色，不仅是口鼻，连眼睛也会开始出血，肛门处更是有粪便溢出，身体开始在生前逐渐腐烂，病房里充满了恶臭。面对如此悲惨的情况，患者的家属往往会请求医生停止治疗，让患者早日解脱。然而，即使如此，医生仍然无法停止延命治疗。这种状况引发了一些对医生动机的指责，认为他们进行延命治疗是为了赚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反映了社会体制的问题。如果医生停止延命治疗，患者将被视为尊严死，而医生可能会因被控杀人而遭到逮捕。因此，即使医生希望停止治疗，他们也常常无能为力。这种局面显然是不合理的。在日本，直面死亡并不被广泛提倡，许多人认为保持健康和长寿才是最重要的。尊严死法案尚未提交国会，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即便在医疗现场，大家普遍认为让患者去世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却没有人愿意面对现实，反而总是强调生命的尊严、宝贵以及坚持到最后的重要性等理想主义观点。生命确实是珍贵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盲目拒绝死亡，认为延长生命就是一切。过度拒绝死亡，反而可能导致悲惨的延命治疗。如果不希望自己被插满管子，靠机器维持生命，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作者建议的答案是：不要去医院。许多人认为最终去医院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现代医疗在面对死亡时其实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可以说存在着诸多弊端。当患者的生命走到尽头时，所有的医疗行为都是无益且有害的。即使进行点滴，药物和卡路里也无法被吸收，只会稀释血液，过多的液体会渗入到肺部，使患者在病房中像溺水一样窒息死亡。血液检查和 X 光检查也只是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当患者被送入医院时，医院不得不进行治疗，而治疗必然需要检查，这无疑会加重患者的痛苦。医生们不愿如此，但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让患者去世，医院就会被指责为不作为，从而招致负面的评价。因此，他们只能无奈地采取这些措施。救护车也是一样，如果在患者应当去世时呼叫了救护车，救护人员必然会把患者送往医院，而医院也不得不进行治疗。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慌乱。为了在关键时刻不慌张，不轻易呼叫救护车，平时就需要做好接受寿命终结的心理准备。作者建议我们应持有接受死亡的心态。如果能够接受死亡，就不必接近那些明知会进行延命治疗的医院。
而那些渴望长寿、害怕衰老的人，无论患上什么疾病，都希望能再多活一段时间。即使是癌症也是如此。确实，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治愈的几率增加了，但癌症仍然是日本人的头号死因。有约1/3的日本人最终会因癌症去世。癌症的发病始于单个细胞的癌变，这些癌细胞会不断分裂，经过多年才会长到能够通过检查发现的程度。如果癌症在转移到其他器官之前被发现，通过手术切除是可以治愈的。即使癌症已经发生了转移，化疗、放射治疗和免疫疗法等治疗方法也能够发挥出作用。虽然彻底根除癌症仍然具有挑战性，但保持患者的生命状态不至于死亡已经成为了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与癌共存。在癌症治疗方面，患者和医生的意见有时会出现分歧。患者通常希望能完全根除癌症，但彻底的治疗可能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反而会缩短患者的寿命。因此，现在的治疗目标更多是保持癌症虽未完全根除，但不致死的状态。然而，与癌共存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实现的。有时候，任何抗癌药物都会无效，其他治疗手段也可能无济于事，而副作用却频繁出现。癌症的治疗因病情而异，但与癌症抗争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根据2009年东京大学医院的一项调查，约80%的癌症患者认为，为了迎接理想的死亡，有必要与疾病斗争到最后。然而，只有约20%的医生认为继续治疗是有必要的。为何癌症患者和医生的意见会如此不同呢？这主要是因为患者通常认为治疗总是有益的，而医生则认为过度治疗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已经习惯于生病时去医院，认为医院会自动治好我们，甚至期望癌症也能通过治疗得到改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比如衰老和死亡，我们只能接受它们。癌症也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去医院就能解决问题以及应该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想法。这种想法与那些不断与衰老斗争、追求抗衰老的人们的思维方式类似。当面对需要接受现实的时刻却无法接受时，这种状态是极其痛苦的。换句话说，在癌症的某个阶段，放弃治疗可能更为妥当。接受癌症，接受死亡。从某个时刻起，我们需要调整思维方式。然而，对于实际的癌症患者来说，不治疗更好的观点很难接受。对于患者来说，缺乏治疗手段就等于被提前告知死亡，或者感到自己被医生抛弃了。有时候，为了让病床留给那些更有治愈希望的患者，患者可能被要求出院，这使得他们感到被抛弃。即使找到了一家接受晚期癌症患者的医院，有些人也可能只是等待死亡，无法获得有效的治疗。许多人可能认为癌症与自己无关，认为即使患癌症也是遥远的未来的事。然而，正如我最初所说，现今的日本，每3个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而1/2的人会罹患某种癌症。因此，癌症并不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话题。如果我们提前了解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在事情发生时，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心理准备。没有什么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带着我是多么不幸的念头离世更痛苦的了。为了避免在生命结束的瞬间惊慌失措、痛恨自己的人生，希望您能在健康时认真思考自己的死亡，并尽可能幸福地活在当下。接下来是第2部分，唯一接受死亡的方法就是放下延长寿命的执念。延长寿命对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梦想。许多关注健康的人不愿意变老，渴望长寿，每天都在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如果能够延长寿命，死亡的恐惧会减弱，人生也有可能变得更加丰富。迄今为止，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寿命的延长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未来或许会有新的发现使寿命进一步延长，但现在考虑这些问题可能没有实际的意义。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发现，我们可以在那时心怀感激地享受它。但个人为了延长寿命而付出的努力，真的能使人生更加丰富吗？即使通过努力延长寿命，假设能多活3年，这是否真的会让您的人生更加幸福呢？如果您热爱延长寿命的过程本身，那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为了延长寿命而必须克制自己的所有欲望，做一些并不情愿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人生是否真的值得呢？也就是说，你是否在牺牲现在的幸福去选择长寿？这样的选择是否真的会让您的生活更幸福？相反，面对自己终将死去的现实，珍惜现在的生活或许更为重要。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我们认为寿命已经足够长，就不必再费尽心力去延长它。过度追求延长寿命，可能会偏离现在幸福生活的轨道。您将不再关注当前的生活，而是活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实际上，您应该尽情享受现在的人生，而不是执着于延长寿命，这样才能避免无法享受当下生活的困境。因此，为了延长老年生活的最后几年而牺牲当下的生活，是否值得呢？我们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能享受现在，而延长寿命的信仰却可能在浪费这些宝贵的当下。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有些人可能会执意追求长寿，这样的选择我们也不应否定。然而，许多人误以为长寿等于幸福的长久人生。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现在应该将焦点放在如何过上幸福的人生上。如果努力、义务与节制变得太多，反而会削弱生活的意义。在追求长寿和享受当下之间做出选择时，我相信多数人会选择当下。我们现代人的寿命已经足够长，那么是否更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程度上享受当下呢？在这里，作者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您会渴望长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长寿就是不断变老。然而，许多追求长寿的人却同时拒绝变老，也就是所谓的抗衰老，既不想变老，又想长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长寿自然会导致老年生活的延长。如果您讨厌变老，反而应该尽最大可能享受当下，而一边想着老年生活，一边拒绝变老，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作者指出，讨厌变老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变老并不是羞耻或痛苦的事，而是多年积累的体现，是一个美好的成熟期。变老是一件美好的事。我们觉得变老痛苦，是因为我们存在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可以永远年轻。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变弱，许多事情做不了，外表也会衰老，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作为人类，我们注定会老去。因此，如果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是人类的天性，就不会对变老感到那么痛苦了。变老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喜欢或讨厌的问题。作者认为，过度抗衰老并不会让人生更加幸福。无论您做多少抗衰老的努力，也无法永远保持年轻。身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老去。即使您一直拒绝接受这种自然衰老，最终每个人都会老去。因此，作者建议我们应早日接受衰老，这样人生中的有意义时光将会增加。此外，追求长寿、害怕衰老的心态，最终会演变成对死亡的拒绝和对生命的执着。虽然恐惧死亡是动物的本能，但人类可以用理性来控制这种恐惧。真正让我们恐惧死亡的，是对死后未知的恐惧，或者害怕自己的存在将会消失。然而，单纯为了长寿而活着，真的那么好吗？那些躺在病床上只求长寿的人，他们的长寿真的有意义吗？他们真心想要长寿吗？那些在家中卧床不起、动弹不得，只能依靠胃管摄取流质食物的人，是否只是等待死亡的到来？那些被送入护理院、坐在轮椅上无言无力的人，被放在不停播放的录像机前，任由时间流逝。作者在高龄医疗的现场见过许多这样的痛苦长寿者，看到这些现实，
任何人都会认为极端的长寿并不值得追求。我们在思考长寿时，常常幻想自己能像现在一样健康、行动自如的长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能不得不与日益衰退的身体和大脑一起度过痛苦的长寿生活。因此，想要长寿的想法，其实只是那些尚未长寿、头脑天真的人所持有的。接受死亡，接受衰老，虽然非常困难，但如果我们想幸福地度过人生，就必须正视这2道巨大屏障。即使您投入时间和金钱，试图通过抗衰老来逃避衰老，最终衰老也会追上您。不管您为了长寿服药还是接受检查，死亡依然会伴随在您身边。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